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可以说腿脚好坏啊，全是取决于胯啊。胯是哪里呢？就是我的这里啊，这个位置啊就叫做髋关节，对吧？我们俗称啊胯。为什么说腿脚好坏全看胯呢？你看这个小玩偶啊就能给你答案。首先呢，你看啊，我们这个腿啊，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看到没有啊？它有个摆动的幅度。那么很多人啊，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这个摆动幅度啊越来越小了，对不对？那么摆动幅度是哪里来的呢？全是靠我们髋关节里面有个大转子啊，它转动啊。你看，只要它转动的幅度越大，你走路迈的步子就越大，你运用的肌肉就越多，腿脚啊就越有力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这个胯打不开，那么你这个身上的肌肉啊能用到的就越少，你会感觉腿脚啊发沉，走路走不动啊，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胯没打开。好，知道了这个胯的重要性以后呢，咱们再来讲两个动作啊，这两个动作大家坚持去练，就能让你的胯打开。好了，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动作啊，双脚脚心啊，咱们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呢，手把它，你看这样，把我们的脚尖这样一握住啊，握住了以后呢，你看到没有？像这个小蝴蝶啊，扑腾翅膀一样啊，来回的把我们的这个腿啊往下。很多人啊，他筋比较紧，他做起来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幅度啊，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腿啊给它震动起来啊，在这样动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个胯部给加强、给强化，同时呢，还能拉开我们内侧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筋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身子呀可以往前微微的俯身一点，侧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啊。你看，就这样很轻松，甚至往前啊，每天都可以做一做。而且这样做了以后呢，你还会发现啊，脚底会发热，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这个温度啊，从这儿一直往下传啊，温度上升，非常的舒服啊。这个整个腿上啊就暖暖和和的啊，就这样，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做完以后呢，起来走走路，你会发现，走路起来啊就轻松了不少，而且这个胯还特别灵活。好了，这个动作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正步画圆，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双手叉腰，小腹收紧啊，你看来，脚尖点地，往后绕一圈，再回，再往后，再回啊。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墙，你看手扶着墙，这样去做的话是更加的安全。你看来，往后。往前，往后，往前啊，是不是像一个圆规啊？就是像个圆规一样在绕。但是呢，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给大家讲一下，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脚啊，就是画圆的这只脚，它一定是我们大拇指啊这个脚尖点地啊。大家看啊，你这里去点地就不行了，一定要是我们顶上尖尖。然后我把动作做慢一点，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你看这个腿啊，你看往内一夹，夹到最里面。此时看我的脚啊，此时看我的脚是哪里点地？大家看一下啊，是哪里点地？是不是我的脚尖？我要如果这样，是不是错误的动作？是错误的啊！但是很多人会犯这个动作，一旦是这样做，它感觉马上就变了啊！一定要把脚立起来，脚尖点地啊！它其实你在画圆的时候，也是在帮你把这个筋啊给拉开来啊。来，脚尖点地，对不对？你看，再绕，我每做的任何一个部位，大家看都是脚尖点地，都是脚尖点地。哪怕我是到后面，大家看，是不是也是脚尖点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你把它学会了，然后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圆规，好，然后就把这个腿往内来，慢慢的画到你最大的幅度，好，再往回，再来。咱们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得手扶着墙，小腹收紧。好，来看，1、2啊，就这样，3啊，每天你去做上一个，左右腿各做一个20下到30下就可以了啊。这两个动作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做，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腿啊完全不一样，走路啊更加轻松，而且腿啊还更有力气，而这个胯呢明显摆动的幅度啊变得更大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中医上面有一句著名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叫做头疼医脚。
那么对于很多脑供血不足的人啊，我们是不是能在脚上面能找到一个宝贵的穴位去给他改善脑供血不足呢？答案是肯定有的啊。这个穴位呢就叫做解析穴。我们去按压解析穴，不单单可以去改善脑供血不足，同时这个穴位还是长寿穴，经常去按压可以去帮助我们促进咱们气血的运行。但是这个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今天大家呢就跟着大伟一起来做一做，看看这个方法究竟怎么样。那么先教大家找一下解析穴的一个位置啊。解析穴的位置其实非常好找的，我们只需要你看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处我这里画一条虚线大家看一下这个脚脖子处，大家看到没有？这边有一根筋跳出来了。那这根筋的外侧这一个点就是咱们解析穴的一个位置我们呢拿我们的大拇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你看，你可以怎么点呢？你可以把脚敲起来敲起来，然后在这个筋你看这样一点就进去了。点进去以后是非常的酸还有点胀。那么这个位置找的就准了。我们只要点进去，为了方便大家一看我就手做的有点反手就不太好用力，就大概这么个意思。大拇指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很酸保持住多少秒呢？30秒钟。好，30秒钟过后怎么做呢？大家看我的脚要动。我的脚旋转旋转。如果是自己做就不用像大伟这个姿势自己做怎么做？自己做脚就这样一敲，对吧？我这个穴位一点我脚就这样转起来就可以了就这样，非常简单。但是大伟为了给大家看清楚我就做了一个很反手的姿势别着手在做的。你看我大拇指一点进去了，很酸很胀，然后我这个脚就开始转30秒以后开始转脚。我们转脚的话，我们最好正和反都转都转10下就是反着转10下，正着转10下就这样去转。转的时候还有一个要点，一个细节要注意，大家可以看我的脚转的时候是这个脚趾也要去动脚趾也要去动在这么一转一动之间，不单单更强大的，就更好的刺激到我们的解析穴，同时它给我们这个脚上面的这个气血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活络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方法它必须是点和转一起来做，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有这个脑供血不足或者身边的朋友他身上气血不怎么充足感觉这个身上代谢很慢，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咱们左脚和右脚都要做一般来说我们点个4次转个4次就可以了。每天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做一做，也可以在泡完脚的时候做一做，上床的时候躺在床上没事的时候做一做都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这个每天都会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人身上的湿气都非常重，那么湿气重有哪些表现呢？首先第一个，它会影响到咱们的脾胃脾胃不太好，上厕所不成形。第二个呢，会让我们的身材走形，更多的会常见于比如说身材发胖这个肥胖还是非常白腻的肥胖最后呢，会影响咱们的精神状态每天就算你睡再多的觉，也是感觉睡不够，或者身上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疲惫。这个都是湿气过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困扰。那么怎么样去排湿呢？其实今天教大家2个位置这2个位置就是我们身上2个排湿口，经常去做就可以很好的排除身体上的湿气。那首先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位置就是位于咱们腋下的极泉穴极泉穴怎么去刺激呢？我们这个4指形成一个指刀指刀，然后呢去看垂直的刺入我们的一个这个腋下刺入我们的腋下这样，然后接着怎么做呢？接着我们要把手放下来，放下来以后我给大家演示，我就不把手放下来了，手要在里面来回上下的去拨弹，这样呢就可以很深入的刺激到咱们的极泉穴。我们来试一下会很疼点进去，好。上下的波动大家看我手在里面上下的波动。如果你是非常疼痛的，那你一定要下手轻一点下手轻一点。而且这个
穴位刺激完以后啊，一般要隔个2到3天再去刺激啊，不能经常去做，不能天天做，一次刺激到位就够了啊。我们点进去上下的波动啊，上下波动，一般来说我们波动个20下到30下就够了。好，再来下一边，也是手指啊这个保持住，然后垂直的刺入进去啊，垂直刺入进去，然后进行上下的波动啊。你看我手要放下来的话就是这样，上下的波动啊，非常的疼啊，非常的疼。如果疼就对了，但是一定要控制住这个疼痛，千万不要过痛了。过痛的话啊，这个地方就会后面呢，你摸起来就会疼疼的，一般2到3天才会好啊。这个都不碍事，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大家请放心。第二个位置是哪里呢？第二个位置啊，就是咱们的腹股沟啊。腹股沟这里呢，也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排湿口，也是一个气血循环的一个总开关。这个位置啊是非常重要啊，大伟多次给大家讲过。那首先呢，这个地方行进的一些经络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手在腹股沟进行刺激的时候啊，可以刺激到咱们的胃经、脾经还有肝经。所以说做起来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啊沿着腹股沟进行来回的拨弹，你看就这样搓揉啊，这一条线啊，给大家顺着这个腹股沟这条线去搓揉，那么我们的肝经、脾经还有胃经啊，就得到刺激，同时呢，也可以把这里的经络啊，还有包括我们气血的开关啊，都给疏通开来啊，非常的好。没事啊，可以做一做这个位置啊，建议1周可以做一个4次左右啊，不要做太多啊。我们做下去啊，一定要有酸胀感啊，就这样上下的去拨就可以了啊，一次拨个50下。好，这边也是一样的啊，去拨啊。一定要按下去，一定要按下去啊，按下去去波动啊，顺着这个腹股沟去拨就行了。其实讲白了就是大腿根嘛，就是给大家去拨啊，拨个50下。好，这2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2个位置啊，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湿气。好，那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啊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膝盖有问题的人啊，非常的多，很多朋友向我反映，就是说年纪上来了以后啊，这个腿啊上下楼的时候总感觉没有力气，或者说这个膝盖啊总是疼痛啊，非常的难受。那针对这种反馈啊，大伟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啊咱们这个腿部无力啊、上下楼、膝盖疼痛或者膝盖不舒服这样的症状。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要自己在家啊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就按摩到了。那接着呢，大家跟大伟一起来做一做，看看效果啊怎么样。那么首先啊，我们要拿小臂的尺侧，也就是我手指的这一侧啊，去下压住我们大腿的腿根处啊。看好，我压下去，压下去以后，千万不要急着往下压，我们要干嘛呢？把这个手啊来回的这样看波动起来。为什么呢？你一波动啊，你会发现腿下就有一根筋啊，我们要把筋啊去拨到旁边2侧啊，波动开来，波动开来。你看啊，我的身体啊要往下压，这个手呢起的是一个下压的一个原理啊，传输我们的力量。看，一压啊，只要我们的身体啊往前一倾斜啊，力量就全部下沉下去了。下沉下去就意味着我们的力量渗透到我们更深层的肌肉当中。好，我们去压住。压住以后怎么做呢？看好啊，手往前推，看，注意看我侧面啊，看手往前推啊，轻轻的往前推，下压的力保持不动啊，就跟着大伟这样去做。好，压完以后再往前压一点啊，继续啊，手往前推。那很多人啊没有做过这个动作，做起来啊是又酸又胀又疼，怎么办呢？我们就压得轻一点啊。好，先压下去，然后来看我的姿势啊，往前推。往前推啊，轻轻的往前推。我们大腿的长度啊，你看啊，每一个点啊都可以去下压啊。我们一定要找到那种最酸疼的点啊，我们就压住往前推，往前赶啊，反复赶。你看这个赶呢，都是靠我的这个手啊，这个手在推啊，身体的重量和这个手往前引导。这只手臂呢，其实也是一个辅助，大家多做几次啊，就能找到这种感觉了啊。好，再来啊。压下去，往前，大家可以看视频的时候啊，跟着大伟一起做，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从上到下啊，只需要去做一个5次就够了啊，不要做多，从上到下就做个5次啊。压下去的时候推呢，你可以推数一个3下到5下都可以啊，就这样。好，推，推完了以后啊，咱们可以把腿啊轻轻的拍一拍，放松一下。
轻轻拍拍，放松一下啊，只要放松就行了。然后我们站起来啊，活动一下腿，看一下感觉，你会感觉这个腿啊会非常的轻松，而且走路啊非常的轻盈。好，这个方法啊，我们可以一周做个4次啊，左腿和右腿啊都要做，2只腿都要做。做完以后呢，经常做，它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啊咱们这个膝盖上面的问题。如果膝盖上面已经有问题啊，膝盖有疼痛或者腿无力，那么你去做呢，也可以很好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症状。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啊，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对我的频道啊点赞、评论、关注啊，关注我的频道，每天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那有一类人呢，肚子大，胃也大啊，我们俗称呢就叫做啤酒肚，或者叫做将军肚。这种肚子常见于男性，也多见于爱喝酒的人。那么这类人去医院体检，可能体完检以后出来的报告就是脂肪肝看了以后，拍拍脑门，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对吧？那其实说白了，中医上面怎么去解释呢？就是他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较弱身体里面痰湿之气过重了。所以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咱们可以通过一个手法，既可以去帮助他们减少这个大肚子，同时又可以改善脂肪肝，最后还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脾胃运化的能力，这个排除这个体内的湿气。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站直，站直了以后咱们拿我们的这个指尖去从我们的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往下去滑往下去滑。这滑的是哪里呢？这个位置滑的就是咱们的一个任脉，还有一个胃经的位置范围比较广，所以咱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有一个要诀，这个要诀在哪里呢？首先我们往下滑的时候，这个手要往里面发力不是只滑到我们的皮肤，而是要有一个渗透进去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去做速度不用很快一定要慢慢的去把它理，去感觉把这根气给理下去。在滑的时候我们一般正常是做200下。那滑完以后可能有的人他会出现这个放屁、排气，或者肚子里面有一些咕噜咕噜响，都是正常的然后呢，我们中间做完了以后咱们再从两边就是顺着咱们的乳头往下往下延伸这个位置去滑这个滑法它可以有效的去疏通咱们的任脉我们的胃经、我们的这个脾经这3条经络都能得到很好的疏通。特别是咱们这个肚子特别大的人去进行这些这个往下滑的时候它能很好的去改善咱们腹部的这个代谢帮助我们降低腹部的这个脂肪提高代谢，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理气、疏通经络，排除体内的湿寒之气。这个方法其实效果呢是非常的好，我也给大家推荐。没事的时候咱们就可以饭后半个小时以后就这样做一做从上往下200下中间做完200下，两边做完200下一共400下左右。如果你感觉效果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加，中间做300下，两边做300下，一样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大伟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都能受益。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动作。这个动作只要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做一次，就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胸腔，有效的提高咱们的心肺功能。同时，这个动作还能改善咱们的肩颈上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咱们把手举起来，另一只手呢放在腋下，然后这么去摸，你会摸到有一根筋。那这根筋呢，就是咱们的胸大肌我们把手就这样去放在我们的这根筋上面另一只手呢，咱们要去旋转去旋转。好，注意2个细节，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放在这里的手要一直的往下压，这是第一个细节，往下去压第二个细节呢，我们手在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全程我们的这个手掌这个面一定要往这个前方然后呢，手在转的时候微微的把我们的这个手腕折一下稍微折一下去转我们可以试一下不折手腕去转不折手腕去转，你不会有什么感觉。我们把手腕稍微折一点，你去转来折好，尽量把我们的手掌
朝我们的前方啊，大家看我的慢动作啊，1啊往后去转，这个手呢保持下压，我们来做2、3、4，好，5。看这个手下压的力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松了。你一松，你看这个筋啊，你压不住它，那么咱们这个效果啊，这个练习的这个动作的效果啊，就可以说是大打折扣，完全没有太明显的效果，或者没有太多意义。我们一定要压紧，然后这个手呢往上翘去转啊，这样去做。好，我们做10个，做完10个呢，你去活动一下。两边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做完10个的这一边啊，明显比另一边会轻松非常多。这只是做了10个。我们一般建议早上起床以后啊，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咱们就开始绕。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去绕一个20个到30个一组，然后绕一会儿啊，绕一组以后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来一组。早上做个2组，晚上睡觉之前呢也做个2组啊。如果说你的这个肩周不太好，你绕起来啊特别吃力也没有关系，咱们就是在自己的极限处去绕就行了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肩膀打不开，我只能这样去绕，那你就这样去绕，这只手呢依然要给它个下压的力啊，就这样去绕就可以了。慢慢你会发现你这个绕的幅度啊会越来越大，这个圆圈画的会越来越圆，这证明你的身体正在改变。我们做完了以后，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舒服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慢慢的，我们的这个胸腔会被打开，心肺功能会被提高，肩颈上面的问题啊会慢慢的淡化啊减弱啊。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这种手麻，或者说你有这种手上畏寒的症状啊，做这个动作也能带来非常好的好处。所以这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经常去做，早晚都要做一下啊，对身体的改变是非常直观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前2天啊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就聊到了抑郁症这个话题。那么我认为呢，健康啊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啊是咱们的身体啊健康，第二类啊就是咱们的心理啊健康。那么我们往往会更重视于身体的健康，而疏忽于心理健康。抑郁症这个人群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在这个心理疾病当中啊，它可以说是位居榜首，而且大多数人啊都具备着患有抑郁的这个潜质。我们来说一下抑郁的3大特征。第一个啊，情绪时常啊是非常的低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反应啊和思维往往啊会比别人啊更慢。第3个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意志啊非常的薄弱。其实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消极啊。比如说我们听一句话的含义，往往啊情绪比较好的时候，高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正面的状态。而当你情绪比较低落，你有抑郁这个潜质的时候，你看到的往往是更负面、更消极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我们处于一个情绪持续走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信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伟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对于抑郁啊，我们可以去外面啊多跟人交流啊。我们讲凡事都有2面性，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啊，就要去多想一想啊积极和阳光的那一面，而去少想一下负面的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交流的时候啊，一定要去勇于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啊，这就是走出自己内心的第一步。因为往往很多心理上的问题啊，咱们就是和别人啊交流，感觉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这条鸿沟呢，会随着你的这种自闭、这种封闭性的心理啊，会越来越远。所以说，当你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情绪低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一个人待，多出去啊跟人走一走。而且啊，这里有个小细节，就是哪怕你在网上跟人聊天和现实当中跟人面对面的聊天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尽可能啊是面对面的找一些好朋友啊出来聊聊天。好，如果说这一块你能做到了以后，大伟再教大家一个身体上的小开关。这个小开关呢，涉及到2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啊，就是咱们的神门穴啊。神门穴这个穴位，我给大家找一下画一下，大家看一下啊，神门穴这个穴位啊就在这里。那么按压神门穴啊，它可以让我们宁心静气啊，让我们的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内分泌啊得到有效的降低。同时啊，如果你有睡眠不好，或者说你心里比较浮躁、比较毛躁的时候啊，你就按压这里啊，咱们把手啊就这样看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注意这个手腕一定要放松。咱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桌子上啊，也可以放到胸前。咱们就这样点进去，看这个大拇指啊，点进去啊，进行压住。这个压住啊，我们保持10到30秒钟啊，就保持住。如果说你啊想要更快速的达到一个静心静气的效果，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好，呼吸，深吸一口气，憋那么一小会儿啊，然后缓缓的吐出。注意这个吐啊是缓缓的吐出。如果说你控制不了这个速度，你就把嘴把它眯起来啊，把咱们的嘴唇眯起来，控制这个气流啊，速度自然就慢了。来看一下啊，按住穴位，好，闭上眼睛。脑中啊一定要平静，吸气，吐气，缓缓的吐啊。咱们就这样去做一个30秒啊左右，就可以感觉心里啊，包括头颅啊，完全放松下来了。如果有条件，咱们做个2分钟啊，甚至每天都可以按一按，疲劳的时候、累的时候都可以按一按。好，那么第二个位置在哪呢？第二个位置啊，就是咱们的啊这个穴位叫三阴交。那么这个穴位啊，其实也是非常好找的，我给大家画一下。我们首先找到这个内踝尖啊，就是我画的这个位置。找到内踝尖以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往上拿手指啊去4指的距离啊，咱们定位啊，这个位置呢就是三阴交。咱们你看，找到内踝定位啊，这里呢就是三阴交，咱们把它画一下，就是这个位置。那我们按揉的时候啊，只要点进去就可以了。点进去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酸、疼、胀的感觉，都是正常的。那科学研究啊，就证明了按揉三阴交，第一个啊，它可以对女性啊非常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按揉三阴交，它也可以去调节咱们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啊，调节咱们的一个情绪。所以神门呢是更方便，我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坐在哪都可以去按。那三阴交呢，就是咱们在睡眠之前或者在家的时候啊，可以去把这个穴位找到，我们一样的按揉，然后也可以去用那个方法把眼睛闭起来啊，吸气吐气放松啊，大脑啊快速放空。这2个穴位啊，都是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面的健康，主要目的啊是调节咱们的身体的一个内分泌系统，以及调节咱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快速进入一个正向啊这个积极的一个状态。好，那么今天这个方法啊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啊这个视频啊能给你带来帮助。那么常关注这个大伟的视频啊，那我的视频啊每天都会分享一个养生的一个小知识啊，会帮助到大家。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降心火非常管用的这个手掌上面的一个穴位。那么心火旺的人，他这个脾气啊往往都特别大，而且呢他这个情绪啊波动非常大，易暴躁啊，可能前1秒钟他就对你发火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自己心里面就难受，又跟你好了。同时呢，这种人群啊，他还会慢慢的会影响到他的这个记性啊。很多人啊，他这个心火旺了以后，记性啊慢慢就变差了啊，这个睡觉还睡不着。所以心火旺的人，他往往是自己特别的苦恼啊，尝试各种饮食啊，去干嘛呢？去调整心火。今天呢，这个穴位啊，这个掌上的穴位，大伟讲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劳宫穴。劳宫穴呢，它这个归属于咱们的一个心经，同时这个穴位啊，它可以让我们就是之前出了一个视频嘛，安心入睡啊，让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就是去帮助我们降心火。其实这2个功效啊，它就是让我们入睡和让我们降心火，它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不过这个手法上面它是有一点区别的。我们来教一下这个劳宫穴第2种按法啊，效果是非常的好。大家来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掌。那劳宫穴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好找的。我们只要把手啊半握拳，中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吗？中指点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咱们的啊劳宫穴。咱们按揉劳宫穴的时候，之前是教大家怎么按呢？是按进去啊，揉动啊，这样呢，它可以让我们快速入睡。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按一按啊，睡觉。那当时反馈是非常好。今天教大家是什么呢？我们沿着咱们的这个，看啊，这个沿着咱们的这个骨面啊，骨的边缘，我们进行一个贴着骨面去按揉。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按揉是怎么呢？从劳宫穴开始往上去推啊，往上去推，按入劳宫穴啊，然后呢，这个手啊要往里面抠一下，看啊，按入劳宫穴往里面抠，往上去推啊，顺着骨面去推。手掌，因为我是演示，所以我是这样做的。我们正常做是这样啊，贴在这里，它好用力，或者手掌微微倾斜一点，这样我们手好抠进去啊。大家就这样去，手一定要抠进去，是往这个斜下方用力的。看我手指的方向啊，往斜下方用力，抠进去以后，上下的波动啊，上下的波动，主要是往上推，往下是辅助，力可以松一些，主要是往上啊，就这样去推啊。这样去推，注意指甲可以剪一剪。我的指甲好像有点长，所以推起来有点疼。大家可以把指甲剪一剪啊，就推。推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它会有一种刺痛感啊。有的人呢，他会往这个中指上面去放射。那推完以后，你可能就推个10秒到20秒，你停一下，你看你手掌热不热？它如果说手掌微微发热，或者手掌感觉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证明这个方法对你是有效的啊。那我们来推，你看我这个手要抠进去，然后往上去推动啊，这么样去推，它有一种疼感了，有一种刺痛感了，有一种这个停下来手掌微微发热的感觉，证明你这个穴位取得到位了，按的了也到位了。那么你就这样去拨一拨，就这样拨一拨，拨一个大概20下到30下左右啊，你的这个心里面就会慢慢的平和下来。经常去推啊，咱们也不建议天天推。一般来说的话，做一天休一天，做一天休一天，或者遇到什么事烦心的，你们就这样推一推，它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降心火啊。为什么不建议经常推呢？因为咱们皮肤吃不消啊，经常推的话，这里会对皮肤上造成损伤，所以我们做一天歇一天，就这样啊。所以细节掌控啊，斜下方贴着骨面啊，用我们的这个手指抠进去啊，注意是看好啊。抠啊，咱们要抠进去去推啊，抠进去去推啊就可以了。那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大家把几个细节做好，然后呢就按照大伟教的这个次数去推啊，一定可以帮助你降心火，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好，我的视频里面每天都会放出一个有用的养生小知识啊，你们视频里面也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你和你的家人啊，谢谢大家。